9月5号到8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了第2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8届东亚峰会，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李强首次以总理身份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一系列重磅表态引发外界关注，也受到东盟国家欢迎。8号上午，李强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会谈。 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佐科总统的亲切问候。李强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1个多月前，习近平主席同你在成都会晤，就建设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实景图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印尼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两国共同发展，为地区稳定繁荣注入持久动力。 佐科请李强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印尼和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印尼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印尼发挥东盟轮值主席国作用，支持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印尼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贸易投资、农渔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新能源、旅游、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推进两国两元等战略合作项目。 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印尼将继续弘扬万隆精神，愿同中方共同推进区域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访问期间，双方签署工业、农业、渔业、电子商务、科技创新等多个双边合作文件。 当地时间7号，第43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闭幕。今年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规模空前，7号的东亚峰会更是吸引了域内外共18个国家共同参会。当天， 东道国印尼总统佐科在第43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闭幕式上表示，印尼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为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做出很多努力，呼吁各成员国继续将该地区建设成和平与包容的舞台。 随后，佐科将东盟轮值主席国木锤移交给2024年主席国老挝总理宋塞。 在会议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佐科表示，印尼与东盟持续为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声，包括推进下游工业发展。Untuk menciptakan perdamaian selalu butuh waktu yang panjang, tapi tidak apa, kita harus terus melakukan, kita harus terus berjuang。外界注意到，此次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达成诸多成果共识，并通过一系列文件。最超出外界预期的是，今年的东亚峰会历史性地通过了东亚峰会关于维护和促进本地区作为增长中心的领导人声明。这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俄罗斯首次在一份文件上取得共识。 法新社注意到，这份声明没有提及乌克兰，也没有提及南海。彭博社说，为了让美国和俄罗斯都接受，声明内容没有提及乌克兰危机。在去年的柬埔寨峰会上，美方曾要求写入俄乌冲突的内容，但此举显然无法获得一致认可，联合声明被迫流产。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发挥作用，中国一直提倡通过合作共赢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这一点是奏效的。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一直主张由东盟来主导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包括东亚事务的解决。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东亚一直在进行磋商。西方的一些媒体就认为是中国取得了胜利，其实我个人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他们的愿望得到了尊重，得到了实现。 在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李强与多国领导人的双边互动引发外界关注。当地时间7号，李强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见。李强表示，去年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就中韩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中方愿同韩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秉持建交初心，增进政治互信，排除干扰，相向而行，推动中韩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李强指出，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中韩关系大局。中方一贯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推进和解合作，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尹锡悦表示，韩方愿同中方一道，加强各层级沟通对话，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践行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韩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韩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推进韩中日三方合作。6号下午，李强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是进行了简短交谈，这也是两人的首次会面。岸田文雄在交谈后第一时间向媒体透露了相关内容，包括就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谋求中方理解。中国外交部在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相关消息。发言人毛宁透露，李强总理在交谈以及会议发言中，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表示核污染水处置关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民众健康和子孙后代利益。日方应该忠实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同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另据日本 NHK 网站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7号高度评价此次交谈，认为这对于建构建设性的、安定的日中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外界认为，当前中国与日韩两国关系微妙敏感，双方高层领导人能够利用多边场合进行必要沟通，有助于弥合分歧、化解矛盾。面对面的传递中国的这个立场。此外呢，也是向他们表明，中国愿意通过对话的这个方式来解决分歧，来解决矛盾，不要把分歧矛盾无限扩大化。出席会议期间，李强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越南总理范明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也举行了会见。但在东盟国家不断呼吁合作弥合分歧的同时，作为域外国家的美国却仍在会议期间拿南海、台海议题说事。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根本没有前往印尼参会，仅派出副总统哈里斯参会。此举已然加大东盟国家对美国并不在乎东南亚的疑虑。即便如此，白宫发布的新闻稿显示，哈里斯仍老调重弹，称所谓东海和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必须得到尊重，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7号晚表示，美国代表罔顾事实，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不断挑动南海议题，也引得菲律宾蠢蠢欲动。8号，菲律宾2艘运补船和2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进行严正警告，全程跟监，有效规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坚决反对菲方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违规建材。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些制造事端，来使得中国的发展的精力进程放缓。由于中国一直在南海问题上秉持的这样一种通过对话政治来解决的立场，正因为中国的政策、中国的诚恳的态度，使得东盟在这些问题上一直和中国采取越来越有力的合作的态度。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在雅加达闭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东亚峰会的讲话也全文发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李强总理的东亚峰会讲话呢，很重磅，全面阐述了中国和东盟关系、中方就地区局势以及呢在一些个焦点议程上的立场与主张，同时也介绍了中国以高质量发展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的进展与成果。
强调呢，中方将会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乐于对外分享中国新发展带来的中国新机遇。那我个人认为，在东亚峰会这样的多边平台，李强自信地强调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强调共享中国机遇，实际上也是在强力回应澄清目前美西方舆论场上弥漫的各种唱衰中国经济论。值得注意的是，李强重点谈到了下月将举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那么再次对外发出参会的邀请。从外交部披露的前期筹备情况来看，目前呢也有90多国接受了邀请。那这次峰会预料又将会刷新参会记录。在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10周年之际，中国今年最大规模的主场外交活动，无疑是为他献上的一份最厚重的大礼，必然将会深刻影响并且塑造世界进程。那么就东亚峰会这一多边机制本身，李强呢提出了3点建议，强调要更好地发挥3个作用，包括促进发展、战略对话、东盟主导等等。它的核心要旨就是要对话、要合作、要发展，坚决反对另起炉灶、拉小圈子，反对强迫选边站队、搞阵营对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中方强调要把东盟置于中心位置。换言之呢，即使在东亚峰会这个平台上，也应该坚定维护由东盟来主导的区域合作架构，不能够让峰会成为大国竞争的一个博弈场。我昨天评论本届东盟系列峰会的3大趋势，那么第一大趋势就是东道国印尼及其背后的东盟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与政策独立性，坚决对选边站队说不，对新冷战说不。佐科总统呢，他说的再直白不过，未来的挑战更加严峻，东盟不做任何大国争取世界影响力的代理人。所以我相信李强总理的这3条建议是会在东道主乃至东盟国家内部赢得广泛回响与共鸣的。李强在讲话中也谈到了南海议题。中国外交部昨天深夜发布发言人答问，回应美方在东亚峰会上的无理指责。您对此有何评论？就我个人观察，南海议题实际上并不是昨天东亚峰会乃至整个东盟系列峰会3天会期的议程重点。道理很简单，一方面这是大势使然，因为南海确实没有太多的紧迫事态。用李强总理昨天峰会讲话的一个态势评估，就是维护了南海局势的总体稳定。但是呢，另一方面，在大势稳定而且并且没有失控的这个前提之下，来挑动南海议程，势必会造成国家间的分歧对立与争端。那么这显然和峰会整体气氛是严重违和的。昨天印尼总统在开场致辞中就再度强调，衷心希望与会领导人能够将东亚峰会作为推动合作而不是激化竞争的论坛平台。但是呢，在这一次东盟系列峰会期间，美国寻找区内代理人、鼓动集团对抗、搞选边站队的大国折腾，实际上一直就没有消停过。我注意到呢，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在东亚峰会上无理指责中方答记者问这样一个回应，他是在昨天晚上11时挂上外交部官网的。所谓无理指责，它具体的指涉从提问就可以见出，涉及到台湾以及南海等议题。那么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大国总理在出席东亚峰会发表讲话时呢，一般不会涉及到。所以呢，就此而言，昨天在东亚峰会的现场，同场参会的中美2国就南海议题进行了事实上的交锋过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美国代表罔顾事实，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那美国代表是谁呢？当然是副总统哈里斯。他之前在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场外会见时呢，也在大打南海牌，频频拿所谓军事同盟关系与印太自由开放来说事儿。这呢，实际上也再次见证李强总理讲话的针对性。他在确认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同时，也强调希望域外国家充分尊重地区国家为商谈南海规则、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努力，为此呢来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从峰会现场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交锋这一幕来看，域外国家根本没有收手，而且呢，我也认为美方对中方的所谓发难指责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那么美方在南海问题上还会有哪些后手动作？中方又应该如何出招应对呢？我注意到中国海警局周五下午发生菲律宾2艘运补船和2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仁爱礁邻近海域。那么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船只进行了严正警告、全程跟监、有效规制。所谓是非寻常必有妖。那么菲律宾方面此前刚刚上演过强行补给的闹剧，选在非美领导人场边会晤的第2天，选在东盟系列会议刚刚结束、G20峰会明天揭幕的所谓最敏感的时段，那么再度挑事发难，很难不让人质疑，菲方真正想要的其实就是所谓海上遭遇霸凌、遭到威胁的对抗性的场景与画面镜头，是要人为来挑动南海事态，为域外国家干预搅局来投送喂料。所以更加就有理由质疑菲方异动是不是受到了美方的怂恿驱使。我昨天也在评论中谈到，接下来还要密切关注这个周末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又将会搞出哪些搅局南海的动作。现在看来，包括明天揭幕的G20峰会，美方拉帮结派、组小圈子的搅局动作一定少不了，那么力度也一定不会小。就东盟系列峰会闭幕，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评文章指出，东盟团结面对空前挑战。当然呢，这样一个态势判断，它的这个压力评估如此严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内部因素，基于东盟对所谓缅甸挑战的应对。但是呢，新加坡的报章同样就在告诫，东盟总体战略坚持不选边站乃上上策，个别成员国难免会成为大国拉拢的对象，但是必须要以大局为重，以免因小失大，或者沦为大国的附庸。在谈到南海议题时，《新报》社论就指出，中国如果能够和东盟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必然会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更上层楼，也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区域的稳定。我认为这是代表东盟国家最大公约数的主流声音与看法，与他的决策者无意选边站队、不做代理人的这个目标诉求是完全一致的。我想这同样也是和中方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李强总理的昨天的这个讲话也强调要积极推进准则磋商，所以我认为业已延续多年的这个磋商进程能够再快一点、再早一点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域外国家干预搅局南海的这个空间无疑就会被大大的压缩。